那么行政院依法提复议啊，就是国会改革的案子啦。左荣泰呢，行政院提了6大理由啊，是要各位委员谅解，你们都是依法选出来的，有民主素养，有崇高的道德啊。那他真的这样讲啊，他这样讲，所以你们应该会通过啊。他们希望好好考虑啊。他说这个违反宪法违宪了，他们就认为违宪啊。不符合民主原则啊，等等等等啊，不符合民主原则。另外呢，这个违反权力分立啊，然后呢，可能这个人事同意权啊，会产生窒碍难行啊。那另外呢，尤其质询啊，还来质询行政院长啊，法律这个宪法也没这样规定啊，等等啊。所以呢，我真的这样讲啊，委员都是经过人民票选的，事实上都有民主 DNA 啊，对人性充满乐观，相信人类有高尚心理啊，不是他讲的吗？委员都这样吗？是。来，委员这啊，我跟你讲，其实哦，说这民主讲民主这个东西要来挡这个所谓的国会改革是很好笑的。台湾最崇拜的国家哦，民进党可能最崇拜是日本人了，其他人大概最崇拜还是美国，毕竟它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嘛。而且你看我们这里面多少人都在美国受了教育。美国的这个藐视国会罪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威力大的无所不在的。我们大家都晓得，川普时代2个高官，一个已经进去，一个马上进去。纳瓦罗不是只有判4个月，还判要罚9500块钱美金。那另外一个呢，就班农呢，班农也是判了4个月，还要交6500块美金。这个都不是我想讲，我想讲的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这个事情搞了美国很多人其实很不满意，共和党尤其是非常的愤怒，所以呢，参与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啊，主席也来过台湾，他们就开这个听证会，调这个官员来问，包括以前的前参谋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这个叫米雷莎，他也去了。这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是因为国务院做了一个调查的一个分析报告，就是为什么撤军前因后果全部做一个报告出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要把这个资料交出来。布林肯不愿意，呢，很简单，从去年开始大家就僵持，那说那这样我们就藐视国会罪，把你送到这个来办，因为这有刑事法的问题，所以送法院。僵持到最后，布林肯就同意了嘛。好，所以在大选以前，大概美国就要把这东西给公布出来。至于他们说什么保密的问题啊，我跟你讲，保密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他们把这些人是闭门会议开完会，他们做完报告，共和党这个主席就准备把这些报告都要把它登出来，包括布林肯所提交的阿富汗的国务院的评估报告，那个都要拿出来。所以我不要动不动就用机密说这个会泄密，会危及国家的安全。越开放的社会，国家安全越没有问题；越独裁封闭的社会才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民主不要做半吊子的民主不要打6折、7折、8折的民主，就做一个真正的民主。那我们就要问一件事：如果美国跟其他很多的先进的民主先进国家都有藐视国会罪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请问你为什么立法院不可以？这为什么限？这个立法委员本身就可以通过这个法律，就像美国藐视国会罪也是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好，所以不要用民主来挡，或是用机密来挡这些东西，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认为今天国会立法院之所以对民进党的行政部门有那么多怨言，就是你们送来的东西在上面都涂黑条。我再讲一次，陈水扁下来以前，立法院就组织了一个达正案的文件调阅小组，我就是召集人。这里面民进党当时还在执政，因为5月陈水扁才下台，4月份的时候，事实上他们资料就开始送进来了。这里面很多都是机密的资料，没有一个地方是凸显的。那难道我要请问一下，你赖清德不如陈水扁吗？对不对？然后那个调查报告我们也写完了，这里面很多内容外界都知道了，因为后来是立法院的法制委员会，这个法制
单位说，这个东西使用了机密资料，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公布。但是里面我们大家都晓得，里面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了，请问对民主有什么伤害吗？对不对？所以文件调阅都可以把资料调过来，里面机密资料这么多，没有一个是涂现的，用黑色的笔把它涂掉了。那为什么现在送上来都是一大堆都涂了？高端东西也是涂，很多东西都是涂。那这是民主开倒车，所以不要拿民主来批判国民党、民众党，批评在野政党。你民进党自己本身就不民主，你不要再拿民主来威胁别人。我们看相关新闻。对于行政院造谣生事、散播假讯息这样的行为，深感不耻。我绝不接受。没有关系啊，谢谢。就算质询时间一到，麦克风都被关掉，民众党头上黄国昌持续叫嚣，就是不满10分钟的质询时间被卓荣泰占用到。选的内容可能是男人这种有冲突的讯息的话，他就说更话。你们自己所散布出来的假讯息，你已经回答了，是你没有听到。我连办法，不好意思，我在讲话，你一定要插嘴吗？演练卓奎时不时举手补充几句，韩院长喊出暂停，维持秩序。先暂停，跟黄委员报告一下，跟院长报告一下，特别拜托不要有抢答的情况。为了国会改革法案复议案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立院报告兼询答与蓝白立委对簿公堂。这个可以宣布。算花莲县议会的质询也很精彩嘛。国会委员花莲县议会的质询也很精彩。卓院长，请尊重，你是行政院长，你不是地方议会议员。速度与傅昆萁针锋相对，卓奎火气不断堆叠。面对蓝营立委的滔滔不绝，卓奎1秒转身走回座位。谢谢。是立法院的责任。好吧，今天情况到底怎样？来讲好。因为我刚好是明天质询啊，所以这个国会这个复议案，其实我第一时间也觉得很奇怪。有一件事情我也想拿出来讨论，就是说立院质询行使法，它主要的规范目标是立法院立法委员本身，所以这件事由行政院提复议案，我本身觉得这件事情就值得提释宪了。就是说立法院的内部事情关行政院什么事情，行政院凭什么来指点立法院？对，你有什么窒碍难行之处？你有什么窒碍难之处？另外就是到底哪里窒碍难行？因为其实我觉得整个国会改革法案，它最重要的核心精神就是让官员在立法院不该再有说谎、隐瞒事实的权利。我也想问这个卓荣泰，这件事情到底对行政院、对行政部门来讲、对总统来讲，到底哪里窒碍难行？那在这个改革这个法案的审核过程里面，一直有口号说什么这个会让国会人大化啦，国会香港化。那我们就回到一个核心问题嘛，请问一下，现在的中国人大或香港立法会，它有听证权、调查权跟藐视国会吗？它都没有，它等于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那我觉得现在立法院，台湾立法院如果没有听证权、调查权跟藐视国会，让行政官员这样摆布，那你才真的是真所谓香港化跟人大化嘛？因为其实今天大家我也认同这个我们行政院长卓荣泰讲的，他也知道大家都是人民选出来的，所以每一个进到立法院、进到国会的这个每一个立法委员，基本上都代表一定的这个民意基础。那大家是代表民意基础来监督行政院，那当然监督你会不舒服嘛？你当然觉得有些不方便嘛。可是就是因为这种监督制衡，让你不舒服、不方便，台湾的民主和台湾的所谓的这个自由民主宪政，它才能够维持下去。如果我什么都行政院，你就全部涂黑，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什么不想跟你讲就跟你讲机密，永远都没人知道真相的时候，那才真的是变成独裁国家。我们讲真的，大家讲两岸，那我想中共不就这样吗？今天中共就是他觉得不可以跟你讲的话，我就不跟你讲，把消息全部封锁。好，我帮忙回答一下，他当然窒碍难行啊，因为要他不说谎他很难，要他拿出这个事实真相很难，所以这些他当然这个窒碍难行哦。我想其实我们之前好像昨天的节目有讨论过，我们看到其他复议的理由，之前来7点，后来6点嘛，那中间那一点差别在哪里？我跟大家讲，就是无差别调查民众听证范围过广。本来那个行政院是复议理由，其中一个是这样，无差别调查民众。那事实上到底有谁去无差别调查民众？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一点，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一条。但是我真的不得不佩服民进党真的很厉害，他有办法透过侧翼、透过网军、透过他们在立法院的胡说八道，那么不管是图卡啦、语言啦、文字啦、新闻啦、侧翼网络啦，让整个地方上都说，哎呀，好可怕哦！将来啊，立法
委员的权力大到爱调谁来问就调谁来问，爱知道哪一家公司的机密他都可以来，甚至还可以把你判刑跟罚钱。我觉得这真的很夸张。后来他们大概自己也知道站不住脚，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把这行拿掉了哦。那我想今天呢，我们看到今天是这个复议我们质询的第一天嘛，我就讲一个，不知道大家早上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书记长洪孟凯今天早上的那个质询哦，那大家看到真的会气死啊哈！孟凯问他说，国会改革3法的这个公听会哈，我们有开哈，那你知道谁主持的吗？因为你要来复议，你要很知道这件事，他就说。你说啊，谁主持的？你会比我清楚吧？哈，那又问他说，那现在整个国会改革的法案到底总共过了几条？行政长知不知道？他就说，我可以把条文哈，现在念给你听，一一念给你听，到底过了几条？他根本不知道，然后就瞎扯，然后最后，然后人家问他说，你自己报告上有讲说要尊重少数嘛？那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法条当中，其实不管是这个民众党提的、民进党提的，其实我们都是尊重，几乎也都过。由国民党这个独立来提的也只有1条，那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完全就在胡诌乱说一通，你跟他有理说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我觉得调查权，他非常害怕这个调查权。我们刚刚这2天看到这个数位身份证。无字不能说是无字天书哦，那是通灵天书，对不对？全部涂黑。那刚刚玉芳哥讲说，不管是这个数位身份证这个全部涂黑，以前还有这个高端疫苗嘛、快筛嘛、鸡蛋怎么买的？我跟大家报告，那个甚至于连文件都没有啊！我们现在还看到可以给匹乓来的东西全涂黑。那之前我们不管要调高端、快筛的、疫苗的、鸡蛋怎么买的，那口罩，还有包括这个台电怎么去高价买绿电，要什么不给什么。各位，我觉得所有的民众擦亮眼睛去看一看，今天所有出去的这些预算，所有的经费都是人民的纳税钱。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要做好把关，而复议案提出来，代表着你到底在怕什么？礼拜5投票，黄国昌说，民众党8席一致会投反对票。休息一下回来。好，那么傅昆萁下令蓝鹰现在不叫蓝鸟了，叫蓝鹰。蓝鹰要表决日要集结那很多个蓝营的这个团体自发性的串联，并不是动员的，是自发性来的。蓝鹰对抗青鸟，青岛东路对决。国民党说一定塞爆青岛东路，为蓝委温馨送暖。他们反正就各站一边了那朱立伦说，爸爸妈妈要为了正义站出来，号召长辈来对阵年轻的青鸟。青鸟现在不见得都年轻，青鸟慢慢年纪也大了，我看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是说，国民党动员蓝鹰包吃包玩，国民党说包什么吃包什么玩，是自发性的安排所以呢，媒体也认为说，执政党反正吃进在野党了嘛。那反正呢也不怕你怎么改革法案什么都无所谓等等那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他们下面的行程要去旅游，要去吃大餐。教书动员令，民进党立委指控蓝营21号号召蓝鹰声援立院，还能包吃包玩。是他们的本质。我想跟复议案的内容的论述讨论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没有太大的关注，因为他们还包装了其他的旅游的套装行程原来这个活动是蓝营新竹县党部退伍军人工作协会发出，行程规划早上6点集合，预计8点抵达台北，下午是到大溪慈湖旅游，晚上共进晚餐。不过协会回应，下午行程是自发性安排，与上午党部动员没有关系。这些支持者都是自动自发、自掏腰包、自己举办活动，来到立法院来声援我们，并没有如民进党所谓的是由国民党动员他们而来。蓝营21号将聚集在青岛东路、镇江街口，还有林森南路，而青鸟也包下青岛东路的另一侧，还有济南路、中山南路。到时青岛东路将一分为2，双边人马恐怕近身肉搏。周五复议案，立院外蓝营尬青鸟，双方比气势，互不相让。这个其实从赖清德他还没有就任之前，然后宴请民进党的立委，要他们反守为攻开始。就是民进党的路线就已经定调了哈，我们看到他叫立委反守为攻，
然后呢，在这个就职演说的时候说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在内政的部分呢，采取的是斗的路线；在两岸的部分呢，也是采取斗争的这个路线哈。而且呢，民进党呢，把这场国会改革的这个法案的通过呢，打成一场，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就是滥权，好扩权，好就是要让赖清德不好做事，然后就是要当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廖北亚，哈，就是在台湾的在地协力者，然后结合这个中共的这个力量呢，其实就是在打击这个本土政权，然后呢，都是些胡说八道。沈伯洋，我那天看到那个新闻这个报道里面啊，他们是在花莲吧？他们在地方上面这样子去宣讲的时候呢，他说哈，这个像这个国会藐视罪啊，哈，比如说我今天要调查这个高端啊，就可以把打过高端的人呢叫来问话，你被问到说有没有副作用，你如果回答没有副作用的话，那是不是就会被判藐视国会？哈，你这样就有事情了耶！哦，台下的民众就觉得说，哦，就是开始骂这要求啊，一点要求啊，就要求啊，哈，就是很糟糕啊，哈，就是。可是他们这些话就这样到处讲，他根本不管你，就是不管说，在这个国会调查权的行使，他其实要通过是一个很严谨的程序的哈。你不但要成立调查委员会，而且还要院会通过之后呢，你才能够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假设呢有任何的被判这个藐视国会的话，你也要经过这个立法院这样通过，他才可以送出去。而且最终你有没有罪，是要法院来判定哦。所以，今天呢，民进党呢可以背弃他过去认为国会应该有的这些的权利，然后现在呢把它打成就是滥权哈扩权，而且呢他这一整套的哈，就是像在这一次呢，透过这个反这个国民党、民众党在立法院的这个多数的这个暴力，然后同时呢也把罢免加进去哈。他们现在呢就是113的这个选举结束了之后呢，民进党呢就没有服输嘛哈。他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赖清德拿到了40%的选票，民进党怎么可能谦卑再谦卑呢？他不愿意面对在国会的这种少数的这个事实，他现在呢就要透过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做法呢，去打击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这个正当性。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国民党啦，因为民众党都是不分区立委，没办法罢免嘛哈，所以要把这个战线呢，就是延长到这个明年2月的时候呢，然后一举要去罢免这个国民党立委。他其实不用罢免太多席啦，他只要成功的能够罢免到3席或什么，他就能够去翻转哦，对1-2席，他就能够翻转这个立法院的多数少数的席次。当然，民进党的这个委员呢，也会接受到罢免的对待。但是这样子的这种战火的对立的这样子烧，这个对于赖清德来讲，这个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讲是好的吗？可是我觉得他完全不在乎就说他今天呢，在这个就任满月的时候。他在总统府成立3个这个委员会，你不要说他那些叠床架屋了。你今天呢，如果真正的有心要谋求这个政事上面的平顺的推动的话，你干嘛成立3个委员会？你找这些在野党来谈，我觉得更重要啊。委员会真的我们要谈，王慧。我来讲一下其实卓荣泰我看了一下，我仔细看了一下他们今天早上几个委员的相关的一个质询我觉得卓荣泰今天是准备好来 fight 的怎么说他整个的一个报告里面大家知道这段时间民进党推翻自己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唯独今天早上卓荣泰讲了一件事情是认同他们自己的过去其实也不是他们过去，是国代时期的时候总统的这个国情报告里面其实他有特别讲那个时候没有即问即答，这是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少数拿出来讲他过去，因为他现在都不承认他的过去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因为是傅崐萁总召，然后黄国昌，然后再吴思瑶，然后再洪孟凯今天早上的质询程序是这样，他对于2位总召，就是民众党跟国民党的总召，他就是完全采用刚刚我们有看到，他就是因为为什么会黄国昌又躲这些你知道吗？因为他声量也很大，他不断的进行即问即答，超过这个黄国昌跟副总召的一个声音，所以黄国昌是直接要这个韩院长
出来就是主持，对，制止他这样子。所以呢，这样的状况之下，到第3个吴思瑶的时候，其实讲白了哈，如果是前面2个总召在质询的内容，大部分的人听不清楚的，你知道，因为他就是太 noise， 他会把它搞得很大声。但是到吴思瑶的时候，这个卓荣泰就没 key 档啊，就是恢复正常状况，就让吴思瑶可以慢慢的把相关的内容讲清楚。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刚美玲讲，因为我觉得今天早上真的可以在野的一些相关论述，可以表现出卓荣泰完全没准备，就是在洪孟凯的质询的时候，他清楚的问出他完全没有准备，他不知道修了哪些条，他甚至不知道整个国会改革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程序，他是完全不知道。然后他今天早上要来提出复议案的一个说明，所以回来讲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说这个不管是青鸟或蓝鹰啊，我是要说这一段时间从我自己的观察，从 TVBS 的最新民调看起来，不管是满意度或者是不满意度，我觉得3个党是不相上下，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我在地方上观察，我觉得确实民进党的整个文宣。因为呢，他们是直接对准16到22岁的孩子。我这段时间碰到家长，其实都在跟我反映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只会说他们现在就是扩权啊，没有扩权，讲清楚，我们是要监督滥权。如果民进党没有做了那么多，刚刚前面委员讲的需要被调查的事情，他真的是不用担心的。你讲。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它是一个政治的问题。那这政治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去切割说他当时推动这件事情的动机。所以包括民进党委审会特别把用政治的问题来看待现在的国会的议题，就是因为当时傅崐萁，例如说直接讲说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民进党政府找不到行政首长，找不到政府官员。那当时翁小玲，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怎么说？他说立法院对行政院是上对下的关系，所以你讲出这些话之后，就会定位说这一次国会改革、国会扩权，大家认为说这个蓝白推动的一个目的是什么？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最终一定是到释宪了。其实说真的，这个复议其实大家结果已经是预定了，大家结果一定就是如此嘛，毕竟这当时就是蓝白共同推动跟通过的。但最终其实就是行政院的事，就是大法官的释宪。我认为确实会有部分的条文，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了，就部分条文确实会大法官是会有疑虑的，包括你法律理论上就是要把问题定义清楚，那反质询到现在其实定义不清楚嘛，就问3个人有3个不同的答复嘛，所以反质询到底定义是什么？再来，国会的调查权到底权限是什么？当时法官在这个319真相调查委员会的这个释宪条文当中，其实是有限说这个立法院的一个调查权，因为这也是牵绊到其他包括这个监察院在内的相关的一些权益。所以这第2个就是立法院的调查权到底是可以扩大到什么地步，而第3个就是总统到立法院进行这个即问即答的部分。这个其实过去国民党也是反对的嘛，那当然现在角色不太一样了，民进党曾经是有支持过的，但重点就是说，这到底有没有合乎到宪法的精神？这个我觉得大法官也是有待厘清。但是我觉得讲到最后啦，就是说，既然这最终会是一个法律问题，会是到大法官这边来做一个定妥的话，那我的层次的希望是说，在立法院周边不要有冲突发生啊，就是大家非常理性的表达自己的诉求。那国民党有在一边，那很多的民团在另外一边，在青农东路分2段。但是大家我觉得用非常理性、非常这个尊重彼此的态度去表达这个诉求，这才是民主的精神。休息一下再回来。立法院长韩国瑜请立委吃饭啊。说高风险的国民党委员都到了，什么高风险就有可能被罢免，我也在里面，有可能被罢免啊。你没有，他是说不是说到的都是高风险，是高风险都到了，意思是这样啊。那而且呢是在吐苦水啊，他们有点紧张啊，怕被罢免啊。那另外呢，韩国瑜跟柯文哲就参叙在康园啊，谈了2个多小时啊，一直到餐厅打烊啊，问柯文哲，你们聊什么啊？柯文哲说：“哦，假爸，这很饱啊。”蓝委员、白委员请完，会不会请绿委员吃饭？韩国瑜说：“弄会都会啊，一定也要会的啊。人家来不来回事，但你总是要这个要公平嘛啊。”那民进党说：“我没收到通知啊，哦，而且很多议案需要院长主持啊。”哦，天哪！好，
那么另外呢，这个 TBS 的民调，到底现在政党满意度对民进党很不满意跟不太满意的50%，对国民党很不满意跟不太满意的52%，对民众党很不满意跟不太满意的50%，差不多，对呀。大哥、二哥、麻子哥都各打50大板啊。那满意度满意的个别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党39%第一名，民进党33%，民众党35%，其实也都差不了太多。但是国民党好不容易拔个头筹了哈。那另外呢，到底团不团结？所以国民党现在被认为团结比以前升到25%，这是长期的调查。以前认为国民党不团结，但突然国民党呢，这个从这个20%上到49%，但是民进党还是被认为最团结，76%认为民进党是团结的。我们看一下。你刚聊的还好吗？我吃的很好，真的很好。摸着肚子走出康源餐厅，嘴上还挂着五甲坝。在复议案表决前3天，韩国瑜宴请柯文哲，还有民众党团。这顿饭局，韩国瑜同天中午宴请蓝委就透露，柯文哲已经约了很多次，双方约好就在立院的康源餐厅，或许想促进蓝白阵营未来有更多合作机会。有聊中午的复议案吗？复议案请总告为大。讲到财划法，早上黄珊珊开记者会提到民众党版本，黄国昌人没到，晚上韩国瑜请吃饭，换黄珊珊没来。不过本人说是因为家里有事，但韩国瑜目前只请蓝白党团，那何时换请民进党团？除了民众党之后，还会约其他政党。韩国瑜嘴上挂着说会，也得看民进党团要不要答应给请。你有参加吗？我有啊，我在，所以刚刚你说那个高峰前都在，还有我们建豪也在，我们都会吓一跳。其实没有，我想这个是那个韩国院长，其实在先从我们党籍的这个各委员会的委员呐哈，他请大家这个聚餐一下。那其实一来当然也是就是他一直说要谢谢我们嘛，他也很客气。那二来其实大家刚好也有一小段时间可以聊一下。那三来当然我们就是也开玩笑说，刚好像是他生日的隔一天哦，那继续帮他这个祝福一下，因为前2天没有祝福到，所以他是一个就是大家就是有空闲聊这样子。不过刚刚我看到就是吴思瑶他提到说，哎呀，好像就是没有就不觉得好像这个韩院长释出这个善意，说找大家吃饭，然后有一点点好像这个嗤之以鼻的意思啦哈，就说我们这个把议事主持好就好。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不需要这样看。说真的，上一届我在立法院4年啊哈。我好像不曾跟游锡堃院长互动过，不知道晚会有没有？有，等一下可以说。有哈，民众党有，但他是好像不曾跟我们互动过啦。那当然更不曾说就是有找我们聊聊啊，或者是像这样聚啊，是完全都没有哦。他们俩是宜兰同乡，宜兰同原来是因为同乡的关系，不是因为这个院长跟委员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韩国院长其实从上任到现在，我真的觉得他很认真、很努力的要把这个位置做到最好，尽可能的就是就是公平的去主持议事哦。那也很客气的对待，不管是不是国民党籍或者民进党籍或民众党籍哦。那我相信一个院长他有这样的高度哦，那又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公平，那要这样的客气来做，它是有助于立法院安定的一个力量。那当然民进党他是不买单的，可是我觉得比较起来，那韩国瑜已经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了哦。那我想刚才看到一个民调，其实我想每一个立法委员看到都很有感，就是大概都是50%左右，大家对于这个3党都不是很满意哦。所以我认为啦，其实我们都在说当家不闹事。那今天呢，国会改革也是民进党过去长年来的诉求，那只是因为他今天换了位置以后，他就推翻他自己以前的诉求。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我们去完成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民主史上其实很重要的一页哦。那没有想到民进党不认还不打紧，还当家闹事。那这一闹下来，我觉得大家都不会有好处的哦。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应该去想一想，怎么样让这个国家更安定，怎么样让立法院更安定。那我说，赖清德去想一想，怎么样让立法院更安定？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 confuse， 其实不会的。刚刚乃金有讲嘛，跟赖清德跟这些立委吃饭以后，就告诉他们要反守为攻嘛。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卓荣泰的这个感觉不一样喽，跟他刚来，然后总质询的时候，那个温文儒雅、客气的卓荣泰好像不见喽。那看起来恐怕是赖清德也有给他下了指导棋，所以今天
整个全面硬起来了哦。那我觉得这个无助于这个朝野和谐。那将来我想如果一直选举在民进党看来一直没办法结束，要一直斗，从选举打选战的时候一直斗到他执政都上任了还要斗，这绝非国家之福哦。所以呢，我想这一次的这个复议案当然我们相信他后来一定会去走市县了，但我觉得要劝民进党去好好想一想，你当初的理想是什么？而今天你得权了，在位了，你竟然可以背弃自己，这才是最可怕的。哪位？这个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一届的时候了，因为那时候院长是游锡堃，确实我们因为柯文哲他觉得我们委员很少，所以他其实这个部分他有一点主动，他希望可以跟这个院长如果有机会可以交流就交流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一届的时候，所以我们韩院长是主动的对，所以有点不太相同，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一届第10届的时候是有跟游院长就是吃饭当然就聊天就是我猜是跟昨天跟这个韩院长主动来邀这个柯主席还有几个委员陪同吃饭是当然这个立场上不太相同，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大家就多沟通，因为吃饭嘛，这康园也很近这样子。我倒是有注意到昨天韩国瑜有特别对柯文哲讲一句话，我还蛮谢谢韩院长，一个厉害看切尔宾那样，就有点类似这样，就是说要他多微笑一点这样子。我最近看我们主席，我觉得笑容有点少就是说这个现在是这个，当然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张力很大，但是我觉得就是要保持那个更愉悦的一个心情因为这个在野的这个沟通，其实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嘛。之前这个柯主席也跟副总召就是3长好像也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沟通讨论这样。那我想这个国会改革，不管是复议案完之后他们要不要释宪，接下来我想重中之重一定是财化法。那我觉得财化法的部分呢，也是需要在野来多多讨论，因为目前我们就是对民进党喊话嘛，民众党就是对民进党喊话他就不提出他的版本这样子。但我认为他会从头到尾都不提版本这样子，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讨论出一个台湾需要的一个财化法，因为他这个已经是他也自己民进党提很久了，反正他就是现在习惯性推翻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现在蓝白的版本虽然不太相同，但是我觉得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好好来做讨论。好。我想这个先讲国会改革法案，我觉得现在是这个历史的契机，难得真的3党过半了，那真的要这样才办法去推动了。一党独大的时候不可能了，不管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今天谁执政都不会推。好，那当然这一次我想这个韩院长，我觉得他也真的释出了所谓善意就是真的希望说大家能够不管朝野立委，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来面对议事，而不是对立的这么严重。其实我可以看韩国瑜院长在担任院长之后，跟担任院长之前，大家那时候对他很多批判嘛、揣测嘛。但你会发现，他这几个月下来，在主持议事上，他真的尽量的也做到了这个议事中立，包含说517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尽量让这个议场能够维持中立的情形被人家情报、被人家殴打，他也没有出来讲嘛，那都是后来大家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院长的这个职责上面，他虽然是国民党籍，但他是真的有在维持这个中立的形象，让所谓的少数党就是所谓民众党民进党相对国民党少数，但他真的让所有人都有一个公平讲话的机会。那大家看到朝野协商也是这样子，所以他的风格，我觉得他已经立定这个方向了。就他作为一个院长，他不会去涉入这个政党之间的竞争，但是他作为院长，他让尽量大家有公平说话的机会。那再看到这个民调，虽然说这个各有此消彼长，但是我觉得有个警讯，大家，我是希望赖清德也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对任何一党不满的情绪都高达50%，任何一党都是。所以这表示，其实现在台湾的仇恨政治跟这种对立情绪非常非常严重。那这对这个国家到底是不是好事？因为你做一个总统，理论上你应该是团结这个社会、团结这个国家，但结果你才上任不到，才上任1个月，结果民众对彼此的仇恨值都高达，我讨厌你50%，这个仇恨比例是太高了。支持度没那么高，但是仇恨比例真的很平均。去看，不管是对国民党、对民进党、对民众党政党的讨厌度，或对个别立委讨厌度，都高到50%。那我想问一下，这样子的政局，未来你要怎么推动这个真的福国利民的政策跟法案？休息一下就回来。总统府宣布要成立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3大委员会，赖清德自己要领军。所以呢，观察家认为说这是做事非常大总统的野心因为本来我们
行政院长是最高行政首长，也拉到总统府去了你看总统府刚才是20个委员会、30个委员会，每个部会是一个交通委员会，这个什么各种委员会国民党说手伸进行政体系，因为他到这个委员会里面，当然有他的委员，一定会把行政部门拉进来嘛，来讨论嘛。那时候他的总统手就伸到行政部门里面去了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也是说，未来施政要听谁的？比如气候变迁听环保部长的，还是听总统府的这个变迁委员会的？听谁的？听那个彭部长的，还是听童子贤的？那听谁的？那另外呢，柯文哲说呢，除了安插自己人选，看不出有什么好，就是安插人选嘛，把自己人安到这个委员会里面来嘛。好，那么到底赖清德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上班不必到4楼，到3楼就可以。不止楼梯少爬几阶，就职满月不敢松懈。或许因为在野频频质疑这1个月来没亮点，总统亲自召开记者会。当前气候变迁、社会韧性以及健康促进，宣布3大委员会亲自领军，全民防卫委员会负责国安事务，由副总统萧美琴、副秘书长潘孟安、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担任副召。健康台湾委员会副召包含赖总统恩师陈志宏、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但最大亮点是气候变迁委员会副召和硕董事长童子贤，加强社会对话，邀请童子贤董事长来担任副召集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找来永和派的童子贤，是否也为后续能源政策留伏笔？但可能真的要加强社会沟通，因为有民调显示，赖总统民意支持和上个月相比掉了10个百分点。回顾蔡政府2016 6月只流失2.9%。行政团队应该是高不骄，低不馁。虽说民调高高低低，但外界分析各部会状况不断，也是支持度下滑原因。就连行政立法团队沟通都出问题，甚至还被自家立委酸是外星人内阁。的确是跟立法院党团应该要尽速能够到位。不过就像是一支球队一样即便是冠军球队，在磨合之间也需要时间。抛出球队来比喻，赖总统对团队磨合有信心，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我觉得现在赖清德总统也好，或者是这团队也好，会有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说他上任了这个1个多月以来，如果你去问一般这个民众说你过去1个月的政治议题是什么，大家可能想到只有国会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3个委员会应该是企图说要把一些议题的主导性拉回到政府这一边，就是说总统想推的议题是什么，他的选举政见是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可以透过这些委员会去实现。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议题的主导性最主要是这。但第2个部分就是说，可以看得说，包括他谈话内容也好，包括他设置的方式也好，其实这是一个希望可以凝聚社会共识跟社会的一些对话跟沟通的一个机会。就是说我并不认为他成立这3个委员会未来就是指使行政部门你该做什么事，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事情。我相信只是一个凝聚一个大方向的一个讨论的过程。所以气候变迁这个社会的这个全民的这个防卫跟韧性包括还有这个健康的议题，其实我相信这才是全民所乐见的一些方向所以如果这个议题可以把这议题主导性拉回来，可以专注在这个民众真的在意、触及到认为说未来对他们有帮助的一些议题的话，我认为这个政府的成功与否，可能就是在这里了。那会不会变成2头马车？我觉得本来就不存在所谓2头马车的问题就是因为行政团队一定就是听赖清德的话嘛。这个卓荣泰呢，他就是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执行长。你们没看到那个郭智辉吗？这个上任没2天，所有的通通都改了而且呢，他不但这个改了这个腔调，改了腔调还不够，还要被这个他们自己同党的这个立法委员这样子羞辱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成立这3个这个委员会，你不要说什么叠床架屋的问题，我觉得根本就是你要从权力的角度去思考这个赖清德他就是呢成立这3大的这个委员会呢，把童子贤这些人呢，他过去呢什么读书会的这些的这个力量呢，他要把它保温要继续的让这些人为他所用不要跑掉了
但我就觉得童子贤很奇怪，他干嘛还要再加入这个委员会，还要去当什么副召集人帮他背书啊？因为赖清德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他的那个团队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他们不考虑核能啊。那你童子贤之前的时候，你讲这个核能，你要去飞炭的话，你必须要有核能，你这个基载电力要有核能。那他们既然都不这样做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我们过去在这个就是民进党非常爱成立这些委员会。吕秀莲有人权咨询的这个委员会，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有提出一个法案了，但是有什么样的具体贡献吗？那大家最多就是陈水扁找点事情给他做，然后陈水扁上来了之后，他让这个李远哲去弄那个什么两岸的跨党派的小组，那也没发挥任何作用啊。我刚刚就讲，就是说。赖清德，你今天如果真的想好好的做一点事情的话，你找这些在野党来谈，好好的谈两岸的政策、核能的政策，开国事会议都比这成立委员会有效。没有要找你在野党谈。对，他就我是比较觉得奇怪的一件事是这样哦。我先讲赖清德的个性，如果蔡英文是阴柔的话，我认为赖清德是阳刚。他的意志力是不容是否认的，不管有没有这些委员会。行政院长必须100%听他的，我认为这是他的个性。那至于说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啊，我这中文不太懂的时候，我就试着想用英文去翻译它，我真的不晓得怎么翻呢。你有国安会，你有国安局，你有国防部啊，内政部对役男的动员，他也可以做得到。那你现在是就你想要做什么？你要做思想改造吗？这还要做一个这个思想的这种灌输吗？我真的不晓得。你叫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这本身逻辑上就是说，防卫的对象是什么？如果是共军是中共的话，那你这个事情在国防部没有办法处理吗？国安局没有办法处理吗？国安会没有办法处理吗？你需要再设一个委员会。你这个委员会，我认为真的是叠床架屋。我没有任何想恶意的批评。我只是想问你说，你这个委员会未来它的法律位阶是什么？它的权力的位阶是什么？它做出来的结论，你是要交给哪个单位去执行？它实质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刚刚讲到了国安会也好，国安局也好，国防部也好，你真正的老板就是赖清德嘛。所以你赖清德自己本身，你有你的幕僚嘛，幕僚权嘛。你总统府里面，你可以建立这幕僚权吗？你做了什么决定，你就告诉哪个单位去执行就对了嘛。你为什么再设一个委员会出来，然后你又把萧美琴放进去，又把吴钊燮放进来？那吴钊不是管国安会吗？那你国安会要做什么事，你跟他交代他不行吗？萧美琴天天就在你旁边，你交代他不行吗？啊，胖木呢也是等于你的幕僚长，总统府的幕僚长嘛。那你要做什么事，交代他不就去做了吗？为什么要再去创造这些东西出来？我觉得很没意思。就像我所讲啊，台湾这么的小，行政院要设一个中部办公室，要设一个南部办公室，要设个东部办公室。我讲一个真话，不管谁做的决定，你这不是帮自己人找位置吗？就是你还有什么？这就是浪费人民纳税人的钱嘛。王慧，我是蛮认同刚刚乃金讲，我觉得他这个3个委员会绝对是延伸他之前的读书会的一个形式啦，哈，就是说。这个延伸里面哦，就是看得到是把他总统府的要职都放进去做这个召集人。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的民间衔接啦。我觉得他这个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说啊，之前有信赖之友会嘛，啊，这些人起码是没问题位，要去到位，我们的民间有人要把这个桥梁搭起来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委员会的用意大概是这样，所以他上面召集人还是放他府内的他的这个信任圈的人，但是呢，他希望多一点这个衔接跟民间，像童子贤这些人啊，全部收纳进来，因为这些人就可能不想来当官嘛，对不对？他不想像这个国事会，想要申报财产，对啊，然后对，然后不想在这个立法院里面被你这样子委员们问来问去啊，在这有一个位置啊，你的讨论的结果还可以搞不好德瑞行政院跟这些政务员去做，所以这是一个他觉得比较安全的做法。哎呀，你们都搞不清楚，你以为总统已经很大了，对不对？他是行政院听他的。还是要透过行政在行政院嘛，但是透过搞到总统府来嘛，这委员会里面包括行政院长搞不好也进来了，或者行政院部会也进来了，我这边
对不对？直接指挥你们多爽啊！还有什么到行政院去指挥？那国安会开会的时候，一样总统可以指挥这些行政院长。他没有那么多部会嘛，他现在一堆部会，他不是只有行政院长，他部会首长都要直接指挥了，将来会更多委员会了。大家好，所以看到赖清德做这3个委员会，他其实是有直接政策指导的这个意志在了。他在今天讲话讲说，他成立3个委员会。他有说由我担任召集人来凝聚政府民间力量，为国家为世界提出更强而有力的解放，所以他是要提出东西出来的。所以他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反而我跟你讲，又更加强化了我们推动国会改革的正当性。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委员会，你根本是行政院太上皇你根本没有在体制里面的，你做的决策，你做的解方，你可以等于是下令这些部会首长去照你的意志来做。但是我们立法院能够苛责、能够质询的是这些部会首长，我怎么办法去苛责到委员会？包括你的预算也好，你的这些人事也好，像刚刚提到说什么财产申报了，还有问责，这都没办法问责所以这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赖清德是在为国会改革添加柴火。就大家说，未来你这个委员会做决定，如果真的侵害到国家利益，你身为行政院的太上皇的时候，你还可以利用稍微听证调查权去了解你们到底怎么做相关决策的。你们将来就彼此都去视线了。其实这个委员会很清楚嘛，委员会不会实现呢？有没有违宪呢？对，我觉得这个委员会非常清楚，他就是要直接贯彻赖清德的意志嘛。但是他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巩固他自己的一个小圈圈，或者要架空谁，那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可以确定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总统，其实可以说已经他是扩权跟集权，然后又回避国会的监督。那我们刚刚看到所有的部会，就是他现在要成立的这些委员会，不管是这个气候变迁委员会，有环境部、有经济部、有农业部啊，那还要做这个社会防卫这个韧性委员会，有内政部、法务部、交通部嘛，那还要做这个健康台湾，还有卫福部、教育部，然后国科会、速发部都有在做，所以呢，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唯一的就是他希望能够直接全部由他一手来掌控嘛。对啊。那他这样子开会次数太少。